大家好，比特币复盘之前，在这边跟大家道歉。很多朋友不明白，我产线2年之前的比特币成本才$20,000，all in 一直在报未来。但是大家新的资金短线的观点，10万以上，包括之前比特币高于6万以后，一直也是建议朋友们你要控制仓位，而且合约都是建议几百美金娱乐就可以。那这2天比特币跌到$89,000，价格会不会再下去？这个位置会不会是比特币的底部？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链上的数据就不聊了。那或者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昨天这一根蜡烛的收盘，它又插针收了一个下灯线。那如果加上前面的这一根蜡烛的收盘，其实这种灯芯也是代表短线比特币是有资金在这边承接或者是买入比特币，因为从下方的量呢就可以观察出来。那这个$89,000会不会支撑住？昨天是跟朋友们提到，其实你操盘的手法，我分析判断有可能会错，但是之前在这一个$106,500高点的时候，也是提醒朋友们风险，因为这一个位置也就是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107,000附近，多单利润是有平的一部分仓位，然后来到这个位置反弹过不去，就感觉不太对。那现在价格跌到这个位置，它同样也是之前比特币在$75,000，包括价格在8万到9万左右的这一个大箱体里面，不管是 W 底也好，或者是箱体也好，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支撑区。所以昨天也是有跟朋友们提到波浪的浪形，那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会是一个 ABC 的 C 浪？如果 C 浪或者是从这个低点 A 浪，然后到这一个起跌的位置，画一个黄金比例，你去看一下 1.382 的位置，那从这一个C 浪起跌的位置，把这一个目标价移到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 1.382 的位置，大约也是在这个8万9附近。所以8万9的位置，这个位置完全有可能会是一个支撑位不过它短线现在是收了几个下灯芯的蜡烛，那短线这种蜡烛它也不代表就是这个位置趋势它扭转，有可能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观察一下日线会不会在这个位置，比特币会不会是在这个区间盘整，至少先看比特币会不会有短期的反弹。那或者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除了日线里面的8万9的支撑，月线里面昨天也是跟大家提到，它这一个月线的20MA 支撑也是大约在8万9附近，而且这一波牛市也是第一次。其实我们配合下方的指标，也就是比特币，你去观察一下 KD 指标，在2年到3年之前20下方的时候，或者是去 all in 抄底比特币，后面一路上涨，也是建议朋友们一路 all in 去买入。但是自6万或者是10万以后，我的观点是你看指标指标是在80左右或者是70，像这种低于20的位置才有可能是抄底的买点，因为你可能等了4年或者是3年才有一次，2019年当时 KD 指标低于20也是这个位置的买点，或者是2015年这个 KD 指标低于20也是买点。那我们看一下昨天，当然也是要留意一下，就是比特币这个位置会不会再下去，因为昨天是有提到，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当时比特币价格它在牛市里面是很少去测这个20MA，然后这个位置测20MA，但是最终后面是价格跌破这个20MA，就进入熊市的底部，才有这种 KD 指标来到20下方的买点。以及我们看一下2018年的时候也是测20MA，但是20MA没守住，最终又下跌，才有这一个 KD 指标来到20下方的买点。所以这个位置比特币我们先观察吧，8万9到底能不能撑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那短线这个位置8万9的支撑，短期我的观点是应该要反弹，因为毕竟一大波从$106,500，那来到这个位置，我们观察一下下方的成交量，也就是4个小时，它这边是一个箱体跌破，
然后马上带量，也就是下灯线，反正这个位置感觉是有人在承接或者是买入比特币，所以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它这个箱体既然能回去，也就是18号的时候，当时是有提到比特币有一个压力位是在94000哦，那也就是当时的这个高点94000。反正18号提醒完，后面比特币价格又下跌。那现在我的观点是，价格既然回来的话，按道理它这个箱体跌破这边就是挖坑，而且配合成交量，估计有散户的筹码应该是被主力给骗走。所以我的观点是，短线我们先观察会不会反弹，很重要的一个位置94000，我的观点是按道理应该是要过的。那如果连这个94000能突破，我的观点是它应该是要回到这个箱体里面。那有没有可能连这个箱体的高点应该都要过？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压力位，也就是在这个区间，我们尽量去观察，当时破位的时候在98000附近，这边是有一个盘整区，或者是97000附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清算热力图，97000到98000附近，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样的，也就是做空的这个区间，大约是价格在97000到98000附近，所以感觉这边有一大片的空单。如果真的再上去的话，我们尽量观察，也就是这个97000附近有没有可能会不会主力把这些空单爆仓以后，然后我们再观察它会不会又回到这个大箱体里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以太坊这2天在提的这一个头肩底的结构，颈线的位置最低点也判断不一定会准了，或者是目前就尽量观察收盘的价格不要低于这个$3000。那很重要的一个盘整，如果要盘整的话，如果要往上突破，我们尽量去观察，也就是这个3360附近有可能是一个阻力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狗狗币我们也是一样观察，就是它收盘的时候这个箱体盘整，收盘不要收在这个0.15下方，那有可能目前还是在这个箱体区间盘整。当然只要比特币能涨的话，我相信狗狗币应该也是会上去哦。那很重要的一个压力位大约就是在这个0.177或者是0.18附近。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